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，那一夜空气仿佛也不安宁，无数人熟睡在台中的各个角落，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尚未模糊，但某种不知名的恐惧已悄悄弥漫开来。天空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，漠然的红色夕辉掠过了街头巷尾，染红了整个天际。街灯的光线透过那扇尚未拉紧的窗帘，映射进屋内，光影晃动，像极了不速之客。那一刻，没人知道，世界正悄悄为他们准备一个无法逃避的噩梦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今天的风怎么这么大？李小姐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喃喃自语。她在深夜醒来，听见窗外呼啸的风声，声音刺耳且怪异，带着一种压迫感。她下意识地拉紧了被子，却无意识地低头看了看床头的钟表。凌晨1点45分，5分钟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突然间，大地的震动如同巨大的黑色波浪瞬间席卷而来，整座城市仿佛被无形的手一把抓住，猛地摇晃，脚下的地面像是活物般在不断起伏。李小姐只来得及捂住耳朵，窗户的玻璃瞬间震碎，脚下的地板翻腾不止。她想要起身，却被剧烈的摇晃推倒在床上。周围的景象在她的眼前仿佛是一个摇晃的巨大迷宫，心脏跳动得异常剧烈，几乎要从胸腔里冲出来。快醒来，快醒来！她呼喊着，但声音被无情的震动吞没。房间的每一秒都像是沉入深渊，窗外的风声也不再是那种陌生的呜咽，而是变得像一种低沉的怒吼，仿佛从遥远的黑暗处传来，带着一种恶意，愈发接近。地震的剧烈波动让时间仿佛凝固，楼外的霓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，混沌的世界让人无法分清虚实。就在李小姐几乎绝望时，一阵清晰的白光刺破了眼前的黑暗，一道鲜红的雷电划破了天空，仿佛预示着某种邪恶的力量已无可避免地降临。当第二次震动稍微减缓时，李小姐挣扎着起身，脸色苍白，神色茫然。她下意识地走向窗户，伸出手去摸索着破碎的窗玻璃，外面的街道空无一人，然而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味道，那是土壤和瓦砾的气息，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。他闭上眼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这股恐惧却像一条无形的线，紧紧缠绕在他的心头。就在这时，李小姐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接通电话。李小姐，注意安全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听不清是男是女，只是带着某种急迫与焦虑。您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李小姐愣住了。什么？你是谁？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心中的不安再度涌上心头。时间不多了。电话那头没有再多说什么，随即挂断。她紧紧握住手机，感觉自己的手心冒出了冷汗。是谁？又为什么知道她的名字？随着那通电话的结束，李小姐的心情变得愈加沉重。她站在窗前，望着远处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夜景，城市的灯光依然微弱的闪烁，仿佛是无数个眼睛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她。然而这一切却无助于她解开那个谜一样的电话和突如其来的恐惧感。那是一个预兆，还是某种警告？她不敢再思考下去，转身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。她知道今晚的一切已经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中。天亮了，但灾难的阴影仍笼罩在台中和南投的上空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腐朽的味道。城市的街道安静的异常，仿佛连空气也被压抑到了极点。李小姐站在自家门口，目光呆滞，空气中满是尘土和瓦砾的气息。她的身体轻微颤抖，内心依旧被昨晚的剧烈震动困扰。那一刻，她真的以为自己会永远留在那片废墟里。还好，我活下来了。她低语着，像是在安慰自己，又像是在给心中的恐惧找一个出口。她迈开步伐，走到街头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台中的大街小巷几乎全被毁坏，建筑物倒塌成一堆堆残垣断壁，曾经热闹的商店，空荡荡的街道，
都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。那些曾经活力四射、鲜艳的霓虹灯和街边的招牌，现在只剩下倒塌的铁架和破碎的玻璃碎片，铺满了地面。远处，几辆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闪烁灯光映照着那片废墟，和凄凉的天色形成鲜明对比。救援人员的步伐急促，忙碌的身影在废墟中来回穿梭。然而，在这一片混乱中，李小姐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前方的一座建筑，她的心跳开始加速。那是一栋曾经非常高大的建筑，它现在已经倾斜的几乎要倒塌，仿佛随时都会崩塌的巨大怪物。她不自觉地走向那座建筑，她的双腿发软，心脏剧烈跳动，仿佛这座建筑的倒塌早已在她的心中埋下了某种预感。走进废墟时，李小姐不时看到一些被废墟压住的汽车，车窗破碎，车身扭曲，有些车主的手臂还伸出窗外，似乎是死前拼命挣扎过的痕迹。她闭上眼，心中隐隐感到一股不安的寒气，接着一阵刺鼻的烟雾扑面而来。李小姐低头，看见不远处有一座大楼依旧冒着浓烟，救援队已经到达。一个声音忽然传来，打破了她的思绪。李小姐抬头，看见一名救援人员正在大喊，示意大家赶紧避开正在倒塌的建筑。她感到自己像是被某种力量推着前进，虽然心中充满恐惧，但她却无法止步。每一声救援人员的呼喊都像是一种提醒，提醒她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她曾经熟知的世界了。废墟中的每一根钢筋，每一块碎石，仿佛都在诉说着灾难带来的伤痛和绝望。而她的心中似乎也有一个声音在低语，告诉她，你永远也无法逃脱。李小姐想回头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这片灾难的漩涡，周围的废墟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。她走近了，却无法自拔。突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带着一股腐朽的味道。李小姐停下脚步，她下意识地回头，看见一个身影在远处的一座倒塌的建筑废墟中晃动。那身影快速消失在一堆瓦砾背后，但李小姐明明看到，那是一个人影，一个看似满身是血、步伐不稳的人影。她心脏一紧，几乎无法呼吸。她定了定神，再次看向那片废墟，但什么也没有了。那个身影仿佛是她眼中的幻觉。她继续走向建筑废墟，越走越近，心中的恐惧越来越浓，仿佛每一块碎石都在看着她，每一根钢筋都在等待他的到来。不会有事的，他对自己低语，但话语在喉咙里却显得异常虚弱。突然，他脚下的地面轻微震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地下缓缓升起。李小姐蹲下身子，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板，石板下隐约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。她的心跳再次加速，耳边仿佛听到了低沉的喃喃声，那声音微弱而断断续续，但却越来越清晰。救救我！李小姐惊愕地看着那块石板，心中一阵寒气蔓延开来。她伸手触摸石板表面，冰冷的感觉让她不由自主地缩回了手。那声音分明是在她的耳边低语，仿佛来自地下，来自这片废墟中无数被埋葬的灵魂。就在李小姐准备离开时，那块石板竟然突然移动了一下。她愣住了，双眼瞪大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。就在他刚要转身逃离的时候，忽然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从地下缓缓爬出，嘴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。那是他昨晚梦中见过的那个人。一瞬间，李小姐的心跳几乎停止，她的身体被恐惧完全占据，她感到头脑一片空白，脚步再也无法前进。那个人影的脸庞逐渐变得模糊，声音越来越接近，仿佛这场灾难的恐怖早已深深埋藏在她的心底，直到这一刻才真正爆发。李小姐的心跳依然在剧烈跳动，废墟中诡异的氛围仿佛一条无形的锁链，将她紧紧束缚在这里。她的眼睛不自觉地转向了周围的一切，那些倒塌的建筑、碎裂的玻璃，甚至是她脚下的土地，都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，等待着被解开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决定继续前进。但这时，她的目光忽然被一个闪烁的光点吸引住了。那光点像是某种信号，微弱而不显眼，但却牢牢抓住了他的注意力。他走过去，缓缓靠近那道微弱的光，光源来自一块散发着诡异蓝光的玻璃碎片。李小姐蹲下身子，伸出手，
指尖刚触碰到那块玻璃时，突然一阵冷风猛地吹过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气息。他本能地颤抖了一下，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就在他准备收回手的瞬间，眼前的光点忽然迅速变亮，紧接着眼前的一切发生了变化。李小姐的视线模糊了几秒钟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。她的周围不再是那片废墟，而是一个幽暗的空荡荡的房间，四周的墙壁斑驳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止了流动。房间中央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些许灰尘，墙上悬挂的画作模糊不清，显得破旧不堪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李小姐低声自语。她环顾四周，试图找到任何熟悉的线索，然而她的眼睛却停留在了角落的一个物体上。那是一把陈旧的木椅，椅背上绑着一条看似已腐烂的布条，椅子的旁边竟然坐着一个人影。你是谁？李小姐不自觉地问道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紧张。那人影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背对着她，仿佛是在等待什么。空气中的压迫感越来越强，李小姐觉得自己几乎无法呼吸。她的脚步不自觉地向那个身影靠近，心中却无法摆脱一种深深的惶恐。她本能地知道，面前的这个身影并不寻常，他甚至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地方。他是废墟中的产物，是时间与空间的裂缝。他走得越来越近，心跳也愈发急促，每一步都像是被某种未知的力量牵引着。他突然明白，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，这个房间可能是某种灵异现象的具象化，是灾难过后留存的某种恶意。你来了。突然，那人影轻轻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言喻的熟悉感。李小姐愣住了，她猛地停下脚步，心头一紧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那人缓缓转过身来，李小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那个面容她再熟悉不过，那是昨晚梦中见过的父亲。她的嘴唇微微颤抖，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父亲早在地震前2年便因车祸去世，他的突然出现像是从深渊中爬出来的幽灵，带着无法解释的谜团。为什么是你？李小姐艰难地开口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声音哽咽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父亲的面容看上去并没有丝毫的痛苦，反而带着一种平静的微笑，仿佛已经解脱了人世间的烦恼。我来是为了引导你。父亲的声音不急不缓，仿佛早已预见了这一切。你一直在逃避的是你无法接受的真相。真相？你说的是什么真相？李小姐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恐惧与疑惑交织在一起，几乎让她无法呼吸。你一直在问自己，为什么会活下来？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幸存？为什么你会被救出？为什么？父亲的眼神渐渐变得深邃。其实你根本不知道，自己已不再是原来的你。你活着，但也已经死了。李小姐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仿佛天旋地转，她强忍住泪水，双眼失焦。忽然，她的身边传来一声低沉的笑声，犹如从地底传来，冰冷且充满恶意。你从来都没有活过。父亲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她耳边，只留下那股无法摆脱的寒气。李小姐跌跌撞撞的后退，回到了那个废墟的空间。她再一次被震撼到了，她的心跳几乎失控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她想找个地方躲避，但却发现自己无法逃离那个空间。父亲的身影依旧站在那里，像一块无法撼动的巨石，死死将她压在深渊中。她的脑海中再次回荡起那些低沉的呢喃声。你从来都没有活过，你从来都没有活过。就在她即将崩溃时，耳边响起一阵剧烈的震动，随即她的视野突然一片模糊，眼前的景象重新回到了废墟中。她的身体被巨大的震荡甩开，摔倒在地，眼前再次恢复了真实的景象。李小姐躺在废墟中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她艰难地睁开眼，四周一片安静。刚刚的一切究竟是真是假？她的心中满是疑问，却没有答案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似乎从未真正活过。活着的她，也许正是某种早已死亡的影像。她闭上眼，耳边再次传来那低沉的呢喃。你从来都没有活过。
李小姐从废墟中艰难爬起，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在剧烈的疼痛中抗议，但她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受这些了。她的眼中依旧闪烁着迷茫与恐惧，她依稀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活跃、充满希望的女孩，而是一个被困在无尽黑暗中的幽灵。那场灾难，或许并不仅仅是大地的裂开，而是对她内心深处的裂缝的揭示。她转过身，走向了废墟中的一栋大楼。这座大楼曾是她工作的地方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瓦砾堆。那些曾经充满生机的办公室和会议室，如今成了无数困苦灵魂的囚笼。就在他快要接近大楼时，忽然从一栋倒塌的楼房中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声音：救救我！他猛地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去，那声音来自一堆压碎的钢筋和水泥中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分明看见了一只手从废墟中伸出，那手苍白，指甲修长，显得异常扭曲。有人，他轻声的喃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跑了过去。李小姐蹲下身子，颤抖的手指拨开一块钢筋，露出了那只手。她的脑袋里一片混乱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回响：她必须救人。可是这只手看起来并不像人类的手，它的肤色苍白的几乎透明，指尖的甲壳剥落，显得异常恐怖。他急忙用力推开钢筋，终于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。那是一个女人，面容模糊不清，但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。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乎带着某种求生的渴望。你还好吗？李小姐低声问道，尽管她的声音颤抖得几乎无法听见。那女人缓缓转头，露出一张苍白的嘴唇，喃喃道：他来了。李小姐心头一震，谁来了？那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紧闭着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再也没有发出声音。她的身体开始变得僵硬，仿佛已经失去了生气。李小姐的心跳再次加速，她迅速用手触摸那女人的脉搏，发现她早已消失。那女人的身体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，像是一个不肯离去的幽灵，依旧停留在这片废墟中，无法得到解脱。李小姐愣在原地，脑海一片空白。她深深地感到一股不可名状的寒气从脊背蔓延开来，像是从地底深处升腾而起的冰冷之气。她想要逃离，但脚步却如同被钉在了地面上。她低头望着那具冰冷的尸体，仿佛在看自己曾经的模样。她突然明白，这个地方，这些人或许并不是真的死去，他们像是永远困在这片废墟中的幽灵，未曾得到安息。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块石板下，似乎都有无数亡灵的痕迹。他们以无声的方式警告着他，这片废墟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破碎，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幽闭，折磨着每一个在这里幸存的灵魂。李小姐慌乱地转身，准备离开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。她回头一看，心脏猛地一跳，那名女人又站了起来，眼神空洞，面容苍白，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，慢慢地走向她。不，李小姐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后退了一步，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逃离。那女人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空洞：你以为你能逃离吗？你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。李小姐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晕眩，整个人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吸引住，她的四肢开始变得沉重，眼前的一切逐渐模糊，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朝着那女人走去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引导她，操控她的动作。她想挣扎，但全身的力量仿佛已经消失。她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呼喊声，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每一步，她的脚下就像被沉重的铅块压住，无法迈出。那女人的微笑越来越诡异，逐渐变成了一种狰狞的面孔，似乎想要吞噬她的一切。李小姐的眼前闪过父亲的影像，那温柔而又平静的面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从来没有活过。女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李小姐的耳边。她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废墟的另一端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她的身体完好无损，连刚才的恐惧和幻象都像是一个遥远的梦。她站起身来，低头看着周围的场景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
她的心脏依然跳动得异常剧烈，但她已不再是那个在灾难中挣扎的普通女孩。她的眼中闪烁着某种新的坚定，仿佛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她终于理解了这个废墟的意义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灾难，而是一场无声的审判，一场让人无法逃避的深渊。李小姐站在废墟之中，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场灾难已经不再是外界的自然灾害，而是她内心深处的一部分。每一片瓦砾，每一块石板，都藏着她未曾面对的恐惧和无法逃避的痛苦。她低头看着手中的碎片，突然发现上面有一个陌生的标记，那是她从未见过的符号。她的心中顿时浮现出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念头：她真的还活着吗？李小姐的步伐逐渐放缓，思维依旧沉浸在刚才那可怕的幻象中。她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这片废墟的，也无法再区分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幻觉。她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发抖，仿佛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尽的迷宫，墙壁在不断吞噬她的一切，而她已经迷失在其中。突然，她耳边传来了微弱的声音，像是从远处的废墟传来。她转过头，顺着声音的源头望去，眼前的一切竟然开始慢慢清晰起来。她看到了一座她非常熟悉的建筑，那是一座高大的学校楼。那个地方，她曾经在那里待过许多年。她的心跳加速，脑袋中的迷雾似乎突然被拨开，留下的只是一片空旷和痛苦的回忆。她一步步走向那座学校，内心充满了不可言喻的情绪。走进这座被废墟吞噬的校园，李小姐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，仿佛曾经在这里发生的所有记忆都在无声地呼唤她，要求她回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充满无数学生欢声笑语的校园。然而现在，校园的每一条走廊，每一栋教学楼，都在寂静无声中空洞地回响。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早已崩塌成废墟，只剩下残存的框架，像一根根笔直的钢铁铁条刺入天空，犹如巨大的墓碑。李小姐走进曾经的教学楼，她的双脚在破碎的地面上发出回声，空旷的走廊让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。那曾经属于无数青春与欢笑的地方，现在被浓重的尘土和瓦砾所吞噬。她的目光无意间扫过一扇破碎的窗子，眼前的景象令她差点失去平衡。窗外那一片曾经充满生命与能量的校园，现在犹如一个巨大的荒漠，空无一人。光秃秃的树木摇曳在风中，仿佛是死去的灵魂在空中飘荡。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间熟悉的教室门口，门已经完全脱落，倒在地上，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。他不自觉地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这里曾经是我和他们学习的地方。他低声自语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回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驱散脑海中的恐惧，但空气中的沉重感却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教室里依然可以隐约看到那一张张被遗弃的课桌，那些曾经承载过无数学生青春的地方，如今空空如也，散发着一股让人无法忍受的沉寂。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响动，一脚踏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像是某人从上方落下的脚步声。他不禁停下了脚步，目光开始四处游移。是谁？他低声问道，眼中闪过一丝惶恐。他的呼吸开始急促，心跳也开始加速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门口。李小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那是她的旧同学，一个在地震中丧生的朋友。她睁开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李小姐的声音颤抖，几乎无法发出。那位同学微笑着，轻轻走进教室，像是从地狱中爬出来的亡灵。我一直都在这里。他的声音冷得像冰一样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早就死了，只是我的灵魂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。李小姐的双腿不自觉地开始发软，几乎无法站立。她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，这位同学已经死了，可他却出现在这里，而且一切看起来如此真实。你为什么？李小姐的声音充满了震惊与恐惧。那位同学用一种不合时宜的温柔眼神看着她。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，都在这场灾难中。你没有活着，你只是在等待一个结束。李小姐愣在原地，心中一片混乱。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但现在
他开始明白，自己早已陷入一个无法逃脱的迷局。无论是那个曾经亲切的教师，还是这位同学的幽灵般的出现，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他的现实感知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存在也许早已被吞噬，他已经不再是活人，他就像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灵魂，周围的世界也在不断的变换，模糊他的边界，混淆他的真实感。他急促地喘着气，想要逃离这片虚幻的景象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。他的双眼开始模糊，一切开始变得晦暗不清。你真的以为你能逃离吗？那位同学再次低声说道，他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古怪的笑意。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李小姐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废墟中，周围是熟悉而又陌生的瓦砾。她感到一阵剧烈的晕眩，像是被拉回了现实的深渊。她拼命挣扎，但四周的废墟却仿佛化为一张巨大的网，将她牢牢困住。她不再知道自己是否仍然活着，还是早已成为这片废墟的一部分。她的眼睛再次扫过这片没有尽头的废墟，内心深处那股恐惧和无法言喻的痛苦重新涌上心头。她意识到，自己不再能区分这片废墟中到底是活着的灵魂，还是早已死去的幽灵。李小姐的挣扎显得那么微不足道，因为无论她如何试图逃离，现实和幻象的界限早已模糊。她开始明白，这场灾难不仅仅是一场地震，它是一场精神上的大灾难，是她对死亡、失落和无力感的终极考验。她无法逃离的不仅是废墟，而是她内心深处的恐惧。李小姐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周围的景象已经变得极其陌生。她本能的想要站起身，但突然发现自己的四肢像被定住了一样沉重。她试图动手指，结果却感到自己几乎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勉强让自己坐起身。四周的废墟依旧是那样，破碎的玻璃、倒塌的墙壁和摇晃的电线，但这一次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更为强烈的不安。她的头脑依旧迷茫，仿佛经历了无数次的旋转与坠落，每一次醒来都像是从一个噩梦中逃脱，然后又被拉入另一个更加深沉的梦境。这些幻觉和现实交织在一起，困扰着她的感知。李小姐慢慢抬头，忽然发现眼前的场景再次发生了变化，周围不再是熟悉的废墟，而是变成了一间破旧的房间。那是她以前住过的地方。她清晰地记得，这间房间里有过无数快乐的回忆，也有无数的眼泪和痛苦。她站起身，环视四周，却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时间扭曲过的景象。房间的一角堆满了灰尘，而角落里的一盏灯却仍旧微微闪烁，散发着昏黄的光。她走过去，伸手触摸那盏灯的开关，瞬间，她被强烈的眩光照得睁不开眼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房间中的一切都变得凝固不动，光线、影像甚至空气都静止了。李小姐感到自己像是被囚禁在这间无法逃脱的房间中，所有的声音，所有的动作都被凝固成了记忆中的片段与无法面对的真相。随着光线的闪烁，李小姐发现自己的视野发生了扭曲，周围的景象仿佛拉伸变形，墙壁开始扭曲、摇晃，甚至地面也在微微波动。她脚下的地板开始变得不稳定，像是要崩塌一般。整个房间开始变得越来越陌生，她的心脏不自觉地加速跳动，冷汗从她的额头滴落。她的目光无法从眼前的一切中移开，仿佛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她，让她无法挣脱。她的思维渐渐混乱，脑海里不断回响着不明的声音，那些声音模糊不清，却又充满了压迫感。你逃不掉了，你从来都没活过。这些话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低沉而空洞，直击她的内心。她紧紧抓住自己的头，拼命想要清除这些声音，试图让自己的意识清晰起来，但这些声音像是无形的锁链，将她捆绑得愈发紧密。她感到越来越孤独，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她的心脏像是要从胸腔中跳出来，脑袋中的每个想法都在疯狂地旋转，无法停下来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活着，还是早已成为某个无法解脱的噩梦中的一部分。她想要呼喊，但喉咙像被堵住一样，任何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她深深感到一股压迫感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她的心脏，
不断用力，让他窒息。他的视线逐渐模糊，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消失，仿佛他正处在一个无尽的黑暗之中，只有他孤独的身影在那片黑暗中漂浮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，眼前的所有景象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房间的光线变得更加柔和，墙壁开始恢复原状，空气中的沉重感也逐渐消失。他转身，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全新的地方，这是一条空旷的街道，四周没有人，空无一物，连声音也被吞噬在无尽的寂静中。他忍不住四下张望，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。他再度感到自己失去了方向，仿佛这条街道就是通往深渊的出口。每一步他走得愈发沉重，他开始想，自己到底是活着，还是已经被困在这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。他的双腿不再听从他的指挥，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在抵抗他的行动。他停下脚步，忽然间一阵寒风吹过，他的耳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你从未离开过。他猛地转过头，惊恐地发现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原来早已是他从未离开过的废墟，而眼前的影像正如他那从未离开的灵魂，永远被困在这片无人能解的废墟中。李小姐开始明白，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，而是这场灾难的另一种存在。她成了这个废墟中的一部分，成了这个扭曲世界中无法逃脱的灵魂。她开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是在逃避，或者她早已经陷入这片无法脱离的困境。无论她如何挣扎，这片废墟和时间的错乱都像一道牢不可破的枷锁，困住了她的灵魂。她无力改变这一切，因为她已经与这片废墟融为一体，成为永远无法逃脱的幻象。李小姐的思维渐渐陷入迷茫，她不再清楚自己是活着，还是已经死去。她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成为了这场灾难的象征，不是幸存者，而是被遗忘的灵魂，永远困在这片废墟中。她站在那里，任凭冷风掠过她的脸颊，心中涌起的只是深深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的恐惧。她知道，这场灾难的真正含义不在于死亡，而在于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与无解的痛苦。她缓缓闭上眼睛，耳边依然回响着那熟悉的低语：你从未离开过。李小姐站在废墟的中心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开始变得模糊。她闭上眼，耳边传来低沉的风声，那声音像是远方传来的呐喊，像是那些已经离去的灵魂在召唤她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身体每一寸肌肉的疼痛，每一次呼吸都似乎在提醒她，自己依旧活着，但又好像不是完全的活着。我还活着吗？她喃喃自语，眼中没有一丝光亮，只有无尽的疲惫与痛苦。她的眼前浮现出父亲的面庞，那曾经温暖的笑容，现在却显得那么遥远。她无法接受父亲的离世，也无法接受这一切灾难的发生。她一直以为自己能从痛苦中走出来，能找回曾经的自己，但随着这一切的发生，她才明白，自己早已被这些无法改变的现实吞噬。她缓缓蹲下身，双手支撑在地上，头垂得很低，空气中的沉重感再次袭来，仿佛是整个世界都在压迫她。她无法摆脱的思维就像无穷无尽的枷锁，将她束缚在这片废墟中。李小姐的眼睛再次睁开，视线逐渐模糊，眼前的废墟、残垣和破碎的玻璃像无数个碎片一样浮现在她眼前。她看到脚下的地面开裂，瓦砾间的缝隙中似乎有一些不明的光点闪烁。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，她伸出手，指尖刚触碰到一块石板，突然间一股冷风扑面而来，冰冷的像是从冥界传来的。她低头看着手中的碎片，意识开始模糊，那些光点在她眼中逐渐凝聚成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仿佛是这片废墟中唯一的一线生机。她心中升起一丝渴望，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出口，找到一条能够摆脱这一切痛苦的道路，逃离这里，逃离这个地方。她的内心在喊叫，声音却越来越微弱，仿佛被深深的黑暗吞噬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无法摆脱这个世界的束缚。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孤独的幽灵，永远被困在这片无边的废墟中，无法触及外面的世界。然而在这一片无尽的绝望中，她又感到一股微弱的力量在涌动，那股力量让她感到温暖，
仿佛是某种不为人知的存在正在注视着他，给予他一丝力量，让他坚持下去。他闭上眼，低头默默地念着，无论怎样，我都要活下去。这句话在他心中激荡着，像是心底深处传来的最后一丝呼唤。他缓缓站起身，感受到自己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。他不再害怕，不再逃避，似乎突然间找回了他的决心与勇气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的景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废墟的天空开始裂开，一道亮光从天际照射下来，穿透了厚重的云层，光芒照亮了他的身影，仿佛他正站在一道门前，等待着通向新生的机会。他抬起头，眯起眼，透过那道光，看到了一座高耸的建筑。这座建筑看起来并非这片废墟中的一部分，而是某种崭新的存在，象征着希望和重生。李小姐走向那道光，心中没有恐惧，只有坚定。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她，自己已经突破了这一切的困境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，走向那道光。李小姐的步伐越来越坚定，她不再回头，不再怀疑自己，因为她终于明白，自己并非被困在这片废墟中，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迷茫和痛苦。她深深地知道，灾难的意义并非单纯的毁灭，而是在绝望中寻找到的希望与救赎。她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幸存者，而是一个从心灵深处重生的人。她不仅仅是从废墟中逃脱，更是从内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。最终，李小姐走出了废墟，走向那道光芒。她的身影消失在光中，像是穿越了另一个世界。她的心中再也没有恐惧和疑问，只有坚定的信念。无论灾难如何，她终将迎来新的黎明。她的脚步越来越远，直到消失在光芒的尽头。废墟依旧寂静无声，唯有微风轻拂，仿佛在见证她的最终解脱。而在那片废墟深处，依然有无数的灵魂在等待，他们的呼喊与低语渐渐融入风中，永远飘荡在这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中。李小姐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灾难的恐惧，更是关于人类在绝望中如何找到希望，如何从破碎的世界中寻找自我救赎的故事。她的挣扎与最终的解脱，是对每一个在生活中遭遇痛苦与困境的人们的呼唤。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总有一天，光明会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道路。